白龙渡劫失败，恰巧落在了进京赶考的穷书生面前。这一幕可把穷书生吓得撒腿就跑。谁料就在这时，白龙的龙魂脱体而出，一路紧跟着书生不放。就在他回头查看是什么庞然大物之时，突然一道金光乍现，地动山摇，白龙的龙魂竟然直接附身书生体内。果然1年后，书生顺利考取功名，成为新科状元。然而他的结义兄弟为抢占这荣华富贵，将他残忍杀害。为了防止事情败露，还给他灌了哑药，又担心他不能说话但可以写诉状，于是割断了他的手筋，这辈子都无法提笔。最后残忍刺瞎了他的双眼，将其醍醐沉底。做完这一切，冒领他的名字，成为新科状元。就在他骑着高头大马走街串巷，接受乡亲们膜拜，人群中真正状元的妻子也来了。本以为会是他的相公张燕，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丈夫的好兄弟张岩。邻居也说名字太像，估计是来报喜的人念错了。就在女人疑惑自己的丈夫去了哪里，新状元竟主动来到嫂嫂身边，地上从兄弟手中抢下的信物手帕，告知他回来的路上遇到山贼，已经身亡。女人听到丈夫的死讯，悲痛欲绝，随之产子。殊不知几天后，大难不死的男人凭着记忆爬回了老宅。他内心大喊妻子的名字，并不断拍门，不曾想却被当作小偷。一群人将他围起来殴打，即便他颤颤巍巍掏出妻子的半截手帕，可并没有人认识。直到大家发现他不能说话，还是个瞎子，才停止动手。随之警告他不要来状元夫人的家闹事，他这才意识到妻子遭遇不测。果然冒牌的新状元迫不及待逼迫嫂嫂嫁于他，只因他们孤儿寡母无处容身。就这样，好兄弟的状元妻儿名利一切都被他抢走了。男人沦落至此，感觉到无尽的绝望，他准备跳下悬崖了结此生。不料在悬崖边，他听到一个婴儿的哭声。抱起那个可怜孩子那一刻，他想起自己的儿子如果顺利出生，应该也是这般大小。一瞬间，一股强烈的意念支撑他活下去。他要进京找回自己的妻儿。一晃18年过去，男人带着养女，终于一路坎坷来到了京城。18年里，因为体内残存的毒素，让他时而疯癫，时而清醒，甚至很多次险些丧命。我们一定能找到娘和远之，你的冤屈马上就能昭雪。就在这时，张尚书骑马刚好经过，及时惊吓到他们。时隔多年，伪君子并没有认出眼前的老人是他当年残害的兄弟，可男人一听声音就认出了他。就是他！你怎么了？这个声音，把我喊成这样的就是他！那个张尚书吗？就在养女向路人打听张尚书之时，男人已然爬着追向马，只因对方已经身居尚书。男人更觉自己的冤屈不会再有人敢管了，他悲痛欲绝地坐在大街上痛哭。殊不知父女俩早已被不远处的怡红院盯上，妈妈一眼便看中这个女孩姿色上乘，于是当晚就将女孩迷晕，强行带走。男人为了救回女儿，第二天就爬到怡红院门口，却被一次次被打扔了出来。直到听闻新来的县尉正在前街巡视，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，他们才放弃殴打。殊不知男人不愿放弃自己的女儿，竟闯了县尉的轿子，而轿子上下来的男人就是他的亲生儿子。老人家，快去请大夫！远儿，怎么了？娘，此地血迹斑斑，恐您惊心，容我先行查看，再向您禀报。你的侍卫误伤了别人，一定要悉心医治，好好赔罪。是娘。刁民而已，法理也好。若是人人都来叫告状，远儿这个县尉怎么当呀？我带你娘先离开，赶紧把事情处理好。这么多人看着，别出什么意外。是。老人家，爹，拦住他！爹，放开他！天子脚下竟敢强抢民女，放开他！哎呦喂，我当是谁呢？这县尉真是好大的官威啊！不过可千万别耍错了地方，进了我这怡红院可没有说走就走的道理。给你提个醒，这字可是右丞相亲手所题，我劝大人还是要好自为之的好。在下既为云梦县尉，绝不允许我所管辖之地出现强抢民女之事。莫说题字，就是丞相大人亲临，也是一样。来人，把这查封，人带回衙门。你敢？愣着干嘛？带下去。是。走。好，县尉大人英明，这下我们百姓有福了。